他从中国飞往法兰克福，然后再到东京，再从东京飞去巴黎，用3天时间飞越了半个地球。今年奔4的老顾为了未来媳妇拼了老命。顾局长，法院通知3天后开庭，你那边有进展了吗？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就是老顾最后的希望，只要她能出庭作证，赛宫机场跑道并没有临时关闭，小程就能逆风翻盘，重回飞行部。老顾满怀期待地望着她，眼中充满了期待的目光。起初女人并不想告诉他，可直到老顾说出她的故事后 Actually, I'm doing this for faithful girl. She's a co-pilot at that airline. I've been flying 3 days straight, over 40,000 kilometers, just to find a witness, someone who can testify in court that she didn't lie. 虽然女人赞同老顾为小程的付出，但她却已经过了为爱冲动的年纪，所以她只告诉了老顾当天机场并没有关闭跑道，却没有答应出庭作证的要求。这一次老顾彻底绝望了。刘律师，对不起。随后他马不停蹄地飞回了国内，一下飞机就跑去见小程。你去哪儿了？外行那2位机长，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，对不起。小程听后眼里充满了惊讶，此刻他才知道原来老顾一直都在帮他寻找证据。这一刻他真的很感动，他很想问清楚为什么，可眼前的糟糕事又让他止住了话题。但老顾却主动说出了他期待的问题。好，我支持你。真的啊？老顾对小程真是满满爱意啊！而此时你总又恰巧出现，他的出现刚好让不知该怎么回答的小程有理由回避。老顾决定不再遮掩自己的感情，随即就向倪总坦白了自己对小程的爱意。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。你终于肯说了。我承认我喜欢程晓，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。倪总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他也知道小程的心确实属于老顾。不久后，法院正式开庭。大叔的诉求还是让姜老头公开道歉。程妈为了让女儿不再当飞行员，拼了老命也想打赢这场官司。他拿出了所有的看家本领。审判长，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，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，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这下小程彻底失去了当证人的资格，接下来只能老顾上庭做第2证人。所有人都很意外老顾会做出与公司为敌的事。老顾把在国外找到的线索一一说了出来，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人证而认定无效。就在姜老头和程妈以为可以完美收官之际，林奕成却主动站出来说出真相。赛贡机场可以被架。小程第一次在法庭上做原告，竟然在法庭上看到亲妈和自己打官司。这场官司本就缺少人证和物证，现在又加上一个这么强势的律师母亲，小程和老顾在程妈的强词夺理下，先后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。他们都以为小程会彻底输了这场官司，但没想到姜老头的小舅子良心发现，林奕成全盘托出了当天发生的细节。请问证人，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控对话，管制通知你们赛宫机场关闭，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？没有。林奕成的一句没有让律师和家属松了一口气，但程妈却有条不紊地指出问题，一张嘴振振有词地说着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证据不够充分，不是一张嘴就能下定论。所以，就算林奕成说出了事实的真相，也还是不起任何作用。这下小程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，但奇迹出现了。这时候，老顾带着卡米尔机长出庭，卡米尔机长最终还是被老顾的故事打动了。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，病人情况已经好转，并直飞新加坡，取消备降。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。有了卡米尔机长的出庭指证，小程胜利在望。虽然证据已经可以充分地说明了是姜老头的责任，但程妈劝他只要打死不愿意调解，他还是很有信心能赢这场官司的。姜老头看到所有人都出来指证了，他的良心也被唤醒了，那颗被利益蒙蔽的心终于被唤醒了。他看着对面那个白发苍苍、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讨回公道的父亲，那无助的眼神，姜老头还是给自己的良知给感化了。我愿意接受调解。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？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，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，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，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。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。郭先生，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，赔偿您的损失。正义随迟但到，小程看到为自己倾尽全力的老顾，
心里感动得不知所措。还好老顾开窍了，他终于可以坦然正视自己的感情了。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。程潇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就差2秒表白成功，程妈却突然杀到。走，给我黑心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要逼我呢？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，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就算公司开除我，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。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？陈潇，能不能体面一些？阿姨，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去。闭嘴！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。方律师，就算陆航开除我，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，一家不收我，我找第2家、第3家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。小程面对母亲的强势丝毫不服软，程妈被气得全身发抖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之后将老头公开向死者父亲诚恳道歉，并自掏腰包100万作为赔偿，而公司也撤销了他职务以及吊销了直飞资格。之后老顾自然就成了飞行部的一把手，小程在陆航也如鱼得水，徐总更是点名表扬他是模范飞行员。至于江老头则是黯然离场，虽然他有过一段错误的行为，但这些年他拿过的奖状是不可否认的。我想也许正是这些荣誉唤醒了他的良知。而女婿第一次见丈母娘，强势的丈母娘一句话就对得他哑口无言。阿姨，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？妈，在强势又犀利的丈母娘面前，老顾不敢反驳一句。小程赶紧解释，怕心爱的老顾受委屈误解了他妈妈的话。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？他不知道的是，老顾这次怎么都不会打退堂鼓，退缩是不可能的。想不到的是，时隔几日，江总主动约见了小程和老顾，看他大方地约见2人，脸上也露出了从容的笑容。显然他释怀了，已经放下了所有过往的是是非非。在陆航时，他处处和老顾明争暗斗，可谁曾想到最后，临走前最想见的人居然会是他们。也许是飞得太久了，飞得太远了，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。老顾这一刻是理解且同情江总的，办公室奖杯和这几10年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的一切。这个看似坏到骨子里的飞行员，曾经也是一个为了誓言发光的追梦少年，几10年来兢兢业业。这些年不可否认他的工作态度和专业，但自从当上部长后就被利益熏了心。现在这2年轻人身上就有着他当年的影子，同时也正是他们的执着唤醒了江总。18岁入行，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。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，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。在你们的身上，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，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。每个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，都有可能被诱惑昏了头，被利益熏了心。可是善良正直、暴打不平人一直都有。2位机长，喜乐平安。这件事总归告一段落了。江总走后，2人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。小程自从在父亲那听到了关于母亲的经历后，就抛开了以前的矛盾，现在只想一心一意弥补对他的亏欠。他甚至都想好了，如果母亲还是坚持不让他飞行，那他会无条件接受妈妈的决定。这段时间2人经过相处，程妈被女儿的表现感动了，最后程妈终于答应了小程去看心理医生。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？程妈也为了女儿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，她踏上了让她害怕到夜不能寐的飞机。现在我们开始了，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。你小心点啊！你看，先生多棒，不管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了。在心理师的治疗下，她的情况好得很快。经历了这些事后，程妈也想明白了，她不能因为自己的恐惧就去剥夺女儿的梦想。你要是还是特别担心的话，那我就……陈潇，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。这妈妈对不起你，是我错了。其实一直以来，你都做得非常的好。我不认同你，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。母女俩多年的矛盾终于化解了，而老顾也成功获得了丈母娘的认可。小顾，谢谢你。您客气了。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，鼓励陈潇，这让小程和老顾无比欣慰。我饿了，那咱们吃饭去吧。好，走。顾部长，一起吃个饭吧。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2人世界吗？真是的。
小姑啊，哎，行了，别小姑，赶紧不用理我们啊，忙你们的。走了。把现任带到前任的房间，还要被迫看着前任和心爱男人的过往，小程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他含泪委屈地望着长情的老公。他走后，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，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，也包括你。你之前说的没错，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，我就对你动心了，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。老顾的解释显然没有引起他的理解，他现在只想知道。顾南亭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我。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毅的替代品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她是女妃，我也是女妃。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，只是因为你是程潇。虽然老顾发自内心地表达了爱意，但此刻的小程却无情拒绝了。他怕自己的心再一次受到伤害，他强压着自己内心的冲动，还有忍不住泛起的泪花，让老顾对他的爱更坚定不移。于是老顾鼓足勇气说出那3个字：我喜欢你。我得回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，不早了，先走了。令老顾意外的是，小程竟然当场婉拒了他，他的情绪开始不安。所谓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小程的逃避让老顾失眠了一整晚，他想不明白小程拒绝他的原因。小程明明是很爱自己的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选择放弃？但此刻的老顾可不会轻易言败，他拿起养鸟攻略研究了起来。只因小程有一只很有灵性的 bug， 从这晚以后，两人的角色互换，小程就如同一只骄傲的大白鹅一样，而老顾则是像一只长得贼帅的大蛤蟆，用他的热脸贴小程的冷屁股。他不顾众人的看法，只要是和小程有关的一切，他都会倾尽全力认真对待。特别是当他听到程爸程妈要坐他飞的航班时，老顾使出了自己最牛的本领。程妈甚至都没感觉到飞机起飞和降落，就莫名其妙的到了青岛。而小程虽然表面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可心底早就乐开了花。只要一想到曾经拒人千里之外的男神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样子，他心中那股藏起来的胜负欲瞬间就把他包裹住。他现在特别享受这种让老顾若即若离的感觉。本还在为自己的安排非常得意时，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瞬间破防。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怎么啦？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，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，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。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，那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，那事就大了。哪个航班啊？机长是谁？还不知道，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。这可是老顾开的飞机，小程一颗心顿时悬着了。他很害怕，难道就要丢了自己最爱的人吗？此时此刻，他魂都丢了一大半，发了疯似的四处打听关于航班的消息。他把通讯录里的电话打了个遍，把认识的人问了个遍。可就在电梯开门的一瞬间，见到了老顾。这一刻的他愣住了，心爱的人就在眼前。后来打听才知道，原来老顾在中途去开别的飞机了，才完美的错过了这次危机。老顾看到小程对自己的关心，心里乐滋滋的。然后他直接乘胜追击，给小程订了满屋子的鲜花。程潇，祝你工作进步，快乐开心。顾南亭。小程幸福的沉浸在爱的花海中无法自拔。一顿自恋后，他拨通了老顾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老顾被他一句话激动坏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收到了 CP 的信息。顾南亭，我想见你，现在，马上。在这一刻，两人似乎心意相通一样。老顾果断起身的同时，小程也坐不住了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往外飞奔。老顾开上他的心爱的小耗子，小程坐上起步价10块的法拉利。虽然两人的出发地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终点却是一致。凌晨3点半的马路上，连个鬼影都见不到。老顾把速度开到的180迈。这是一个冲动且浪漫的深夜，两辆车同时到达向这个十字路口。短暂60秒的红灯却让老顾感到度秒如年。两人在各自一头默默地倒数着红灯结束。随着绿灯亮起那一瞬间，两辆汽车同时弹射起步。他们就这样看着彼此，激动的来不及喊停车。还是同样的路口，不过这一次红灯只有3秒。下一秒，他们开始走向对方。小程脸上止不住的笑意，老顾那抑制不住的激动。这一切实在是太美好了。他的爱来得刚刚好，而他的出现也刚刚好。再多一次用力抱你在我的怀里，感受彼此温柔的心跳感应。
他们正式成为陆航 CP。老顾向他坦白了所有的秘密和爱意，一点也没有再保留。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？来这里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。为了弥补对小程的亏欠，宅男老顾居然为小程举办了一场派对，把陆航认识的同事都请来捧场。曾经那个钢铁直男老顾彻底变了，小程的任何举动都在牵动着他的芳心。这晚他送上了小程梦寐以求的机长任命书，拆开看看。程翔，经公司批准，从明天起，你将正式被聘为陆州航空的机长。然后又送上了他和小程之间的第一份礼物。赶紧给带上呀！愣着干嘛？带上！对呀！当他替小程戴上项链那一刻，就证明小程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值得的。爱情事业终于迎来双丰收，机长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，而今天他终于带上了4条杠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机组。上班努力工作，下班努力撩男友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去哪里啊？我妈家可以吗？就见家长啦？这么快？那我们就下次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可想见秦阿姨了。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走了，先去超市。啊，先去水果店。而老顾现在也是经常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小程如愿地见到了顾妈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只有让顾妈认可了自己，他才可以正式成为顾家媳妇。不过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因为顾妈老早就指定了他。他在开着飞机，突然一只眼睛视线越来越模糊，这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。遇事不慌的老顾在这一刻也感到了恐惧，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小程，他也认为只是自己的幻想而已。可一直模糊的视线又不得不承认，他没选择告诉小程，因为过几天就是国产飞机的首航，他们俩都非常期待。从来没出过差错的老顾，此刻恐惧着以后是否绝缘飞行了。全然不知情的小程正郁闷着老顾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阴晴不定让人捉摸不透。到底怎么了？我们说好了，首航要一起飞的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，顾部长，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。尽管小程对他的表现有点失望，但老顾却依旧没有勇气说出实情。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小程的仕途，因此两人的关系又从热恋期变成了冷战期。老顾每次遇到事情都只会自己扛着藏着，这是只有好兄弟你总知情。现在的老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没了自信却多了一份矫情。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，前段时间师傅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。尽管这几天他努力隐瞒着这件事，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。机智的宋宋察觉到了他异样，于是赶紧告诉了小程。哎，喂，小姐，我还真发现了南天哥的蛛丝马迹了。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，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，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。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，也全都是发语音，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。哎，对了，就在刚刚，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。显示器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姿态仪不清晰。小程知道后无比担心，他终于知道了老顾最近的异常表现原因。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我的脸是变黑了，还是变小了？老顾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，事已至此，他也只能如实相告。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，好像看到，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。明天我陪你去手术。明天你要首航，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。程夏，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，你有多重视它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就算这次首航不飞，我以后还能继续飞。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。
老顾最担心的就是小程此刻的表现了。他深知这次首飞对于一个民航飞行员意味着什么，如果错过了就会遗憾一辈子。他也深知小程肯定会因为他的原因而放弃首航，但顾南亭却不能任性，他必须说服小程。他希望小程可以带着他的梦想开上国产大飞机向风而行，用最骄傲的姿态起飞，然后再用最优雅的姿态降落。老顾的眼睛修复手术被安排到了首飞那天进行，小程则是踏上了梦想的起点。对于自己国家的东西，总会有那么一些小可爱表示质疑。哎，我说，这国产飞机是吧？咱公司怎么想的，就让咱们做这个？我跟你说啊，安全带系紧点，我看时间够不够，再补个保险。你可别乌鸦嘴啊！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，国内也就组装一下。你就不懂，组装和原装都不一样了。你，哎呀，跟你说不明白。他们崇洋媚外的心理，顾妈听后并没有激烈的争论，而是最平常心的语气说了一堆理论，让小可爱们直接闭嘴。老顾的手术很顺利，他结束后第一时间就朝着机场赶去，幸运的赶上了小程起飞，看着他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。此刻的老顾既骄傲又欣慰，眼角不禁流下了泪珠。他为小程感到自豪，这些年的努力坚持和中间的是是非非，在这一刻化作喜悦的泪水。时间一晃已是3个月后，老顾的眼睛恢复得非常不错。不过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工作不恋爱的钢铁直男了。他现在最惦记的是什么时候能彻底的把小程占为己有。我要去飞了。哎，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？啊，我忘了嘱咐你了，要好好休息，这眼睛才刚刚好。还有呢？我来不及了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。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？哎呀，那就要看你表现了。他们俩现在沉浸在浪漫的爱情里，着实给大家撒了一把狗粮，看得我都想和老顾向风而行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顾先生吗？对。哦，您有一个快递，现在在家吗？什么快递啊？是8个箱子。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谁寄的？哦，您稍等，我看一下。标注是衣物，还有日用品，发件人是程小姐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Hello, Polly.